大家好，欢迎来到 DV 分享，我是奥登。今天和大家分享 FRP。FRP 是专注内网穿透的高性能反向代理工具。使用 FRP 可以很简单的将内网的服务发布到公网环境上。本期视频的内容不会涉及到 FRP 的应用案例，因为一期视频全部讲完要花很长时间，所以应用案例的部分我会在下期视频再和大家分享。今天我会先和大家分享 FRP 服务端和客户端的安装、性能优化、Dashboard 以及最重要的通信安全配置。接下来开始今天的分享。还没有关注 DV 分享频道的朋友，麻烦关注一下，谢谢大家。我这边已经提前准备好2台服务器，左边这台是本地的 Linux 虚拟机，右边这台是带有公网 IP 的云服务器。还有一个已经提前解析到这台云服务器上的一个2级域名。接下来我们打开 FRP 的官网，我们可以看到它下面这里有一张简单的架构图。首先用户的请求先来到这个带有公网 IP 的 FRP 服务端。FRP 的服务端根据不同的请求将流量透传到不同的这个客户端，最后客户端再反向代理到内网的各个服务，大体是这样一个流程。这里我们看到的是 FRP 的官方英文文档，它上面这里也提供了一个中文文档的地址。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详细的配置，可以看一下它官方的这个文档。接下来点开 Release， 大家根据自己的运行环境下载对应的这个版本。我这边服务端和客户端都是 Linux 环境的，所以我这边选择 AMD60是为这个套包。右击复制链接地址。我这边服务器的带宽比较低，所以我已经提前下载好了，大家通过 wget 命令直接下载就可以。下载完成之后，解压一下这个套包，进入到这个解压目录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有2个可执行文件 ，FRPC 是客户端的可执行文件 ，FRPS 的话就是服务端的可执行文件。前面这2个是客户端的配置文件，后面这2个是服务端的配置文件。杠负代表它是一个全配置文件，默认的话它是个最小配置文件。因为我们现在是配置服务端，所以先把 FRPS 这个服务端的可执行文件移动到 ESR 的bin目录下面。接下来创建一个配置目录，把这个服务端的最小配置文件移动到配置目录下面。查看一下这个配置文件，可以看到它默认只绑定了一个端口号，默认是7000。接下来我们编辑一下这个配置文件，先增加一些关于日志输出的配置。log file 就是指定日志文件的输出路径。log level 就是指定它的输出级别，它默认是 info， 我这边把它改成 debug， 方便查看这个日志。最后这个是指定它的这个日志保存的最大天数，我这边是改为7天，它默认是3天。改完之后保存一下，接下来把 FRP 服务端配置成一个系统服务。我们打开它的这个中文文档，点开这个安装，这里它有这个 System Daemon 这个配置模板，我们把它 copy 下来，编辑 etc 下面 System Daemon System FRPS Service， 把这个模板粘贴进来，把这些注解可以删掉，这里我增加2条配置。Restart on fail 的话就是非正常退出会自动重启。
readsec 指定它重启的一个间隔，这里指定5秒启动间隔。下面这条执行命令我们需要修改一下，我们刚才是把这个可执行文件放到 ESR 的并目录下面，然后这里是-c指定它的配置文件，刚才我们是把这个配置文件放到 etc 下面的 FRP。修改完成之后保存退出，然后重新加载一下这个配置文件，通过 Enable 设置自动启动，然后再启动一下这个 FRP 服务端，查看一下它的启动状态，可以看到它这里已经显示启动成功，然后查看一下它的一个日志输出。这里也显示这个FRP 的服务端已经启动成功。接下来我们配置客户端，首先一样需要先下载这个安装包，通过 wget 命令。下载完成之后，一样需要解压一下。我们需要把这个客户端的可执行文件，同样移动到USR 的并目录下面，然后创建一个配置目录。把这个客户端的一个最小配置文件移动到这个配置目录下面，同样查看一下它的这个配置文件，可以看到它默认最小配置文件指定了一个服务端的一个地址，还有这个连接的端口号。下面这一块的话就是它一个简单的一个代理的一个模板。我们编辑一下这个配置文件，下面这些SSH 这个代理这个模板，我们先把它删掉，我们先不演示这一块。接下来我们需要修改这个服务端的连接地址，大家可以使用 IP 也可以使用域名，因为我刚才已经配置了域名，所以我这边可以直接使用域名。刚才我们服务端配置端口也是7000，然后同样加上日志输出的相关配置。然后编写完之后保存退出，同样需要设置它的这个系统服务，同样把这个模板拷贝一下，编辑 etc 下面的 systemd， 然后 system frpc 点 service 粘贴进来。这里我们把它的描述改为 FRP 的一个客户端。配置一下它的一个自重启，同样需要修改一下它的这个执行文件的路径，还有这个配置文件的路径。这里要改一下，它这里是 FRPC 不是 FRPS。配置文件是在 etc 目录的 FRP， 同样它这里是 FRPC 点 ini 的这个配置文件。这里我们需要可以再增加一个指令，就指定它的这个客户端的这个重新加载这个命令。因为客户端它是支持这个热加载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它的这个reload 命令指定它的这个
重新加载这个配置文件的一个命令。reload 的话就是重新加载这个配置文件。修改完成之后，一样去保存退出，重新加载一下配置文件。设置开机自启动，然后启动一下 FRP 的客户端，查看一下它的启动情况。这里启动失败，我们看一下它这个配置文件。这里我们看到它这个配置文件输出是无法连接到这个主机，应该是我们这个服务端的防火墙没有开启，我们需要放行这个7000端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已经成功登录到这个服务端了。再查看一下它的这个状态，已经显示已经正常了。可以看到它服务端这里也可以看到已经有一个新的一个连接已经注册上来。就代表我们客户端已经成功连接上这个服务端。到目前为止，客户端和服务端的安装配置就已经给大家演示完。接下来和大家讲一下 FRP 的优化配置。首先编辑一下 FRP 服务端还有客户端的配置文件。第一个配置项是 TCP 多路复用，它的作用是不需要为每一个请求创建链接，可以降低这个延迟，提高并发。它默认是开启的，所以大家不配置也是可以。但是如果配置的话，客户端跟服务端需要保持一致。第二个配置项是连接词，默认情况用户请求建立连接后 ，FRP 的服务端才会请求 FRP 客户端主动和服务端建立连接。连接词的作用是预先创建指定数量的连接，可以提高这个响应的速度。服务端这边需要指定连接词的最大数量，客户端这边需要指定连接词的指定数量。但是这个数量不能超过服务端这里指定的最大连接词数量，如果超过的话会以服务端这个为准。第三个配置项是 KCP 协议和 QUIC 协议。FRP 客户端默认使用的是 TCP 协议和服务端传输数据，因为 KCP 和 QUIC 底层是通过 UDP 来传输的，所以使用这两种协议可以提高传输的效率。不同的客户端也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选择自己合适的传输协议。服务端这边开启需要绑定 KCP 和 QUIC 的端口。先绑定一下 KCP 的端口，我这边使用7001，再绑定QUIC 的端口，我这边使用7002。绑定完这两个端口之后，客户端这边就可以指定使用哪一种传输协议来传输了。
如果你不指定的话，默认是使用 TCP 的。我这里用 KCP 和大家演示一下。我刚才 KCP 是绑定了7001端口，所以这里我需要把它改为7001的这个端口，然后保存一下。服务端这里还需要把7001和7002这两个端口的防火墙给放开。接下来重启一下 FRP 的服务端，可以看到它这里，它绑定了一个7000端口，有一个 TCP 的7000端口，还有一个 KCP 的7001端口，还有一个 QUIC 的7002端口。接下来我们重启一下客户端。然后可以看到，这里其实它已经连接成功了。它是通过 KCP 这种协议连接的。优化配置就讲到这里，接下来讲一下 Dashboard 的相关配置。Dashboard 分为服务端还有客户端。服务端的 Dashboard 可以查看 FRP 的状态以及代理的统计信息。它的界面功能做的比较简单，一般也很少使用，而且数据是存放在内存里面的，一旦重启数据就会丢失。我们编辑一下 FRP 的服务端配置文件。配置 Dashboard 我们需要绑定一个 Dashboard 使用的端口，还有一个用户名密码。它官方默认是7500端口。我这边用户名和密码都是使用 admin。除了 Dashboard， 官方还提供普罗米修斯接口，用来获取 FRP 服务端的监控信息。但是启动普罗米修斯必须同时开启 Dashboard。我们这边也启用一下。配置好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 Mesh 接口拿到 FRP 服务端的监控数据。然后我们保存一下配置文件。接下来我们放行一下7500端口。接下来重启一下 FRP 的服务端。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已经监听上这个7500的端口了。我们现在可以打开浏览器去看一下。输入用户名还有密码。我们可以看到它首页这里显示了 Dashboard FRP 服务端的一些简单的一些配置信息。左边的菜单栏还有一个 Process 的一个选项，这里是显示客户端所连接上的一些代理信息。我这边什么都没有配置，所以这里什么都没有看到。它的这个服务端 Dashboard 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能看到的东西比较少。我们也可以刚才配置了普罗米修斯，我们可以通过 Mesh 接口可以拿到这个监控信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接口就可以返回它 Mesh 获取到的一些监控信息。最后，官方还允许配置 TLS 来加密 Dashboard， 提高这个安全性。它的配置也很简单，只需要配置一下证书就可以了。我这边已经提前申请好证书，来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我们需要启动这个 TLS 这个模式。
然后指定一下证书的文件，还有它的一个密钥文件。我这边是放在 Data 下面的。配置完成之后，可以重启一下 FRP 服务端。重启完成之后，我们可以再通过域名去访问一下。输一下用户名还有密码。这样子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它这个访问的话，就是已经是通过 TLS 加密证书加密过的。大家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这个安全性。然后接下来我们讲一下 FRP 客户端的 Admin。通过客户端的 Admin， 我们可以查询和管理客户端的代理状态和配置。我们编辑一下客户端的配置文件。它的配置方式也很简单，我们只需要绑定一下这个admin 的一个地址还有端口，再配置一个用户名和密码就可以了。我这边这台主机的IP 是92，它官方默认的端口是7400。用户名和密码我都绑定成 admin。接下来可以保存一下。先我看一下防火墙信息。我这边是没有启动防火墙的，所以我这边就不用放行这个端口了。接下来我们重启一下FRP 的客户端。可以看到它这里已经显示绑定上这个admin 的一个端口了。接下来我们通过浏览器去看一下，输一下用户名还有密码，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首页的一个界面。它这里的话就会显示一些连接的一些信息，还有它的一些它客户端的一个配置文件。大家可以这里动态的修改这个配置文件。之前我和在配置客户端的这个系统服务的时候，我和大家讲过一下。这里我们是配置了一条动态，就是热更新的一个命令了。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配置这条命令之后，我们可以通过system reload 来动态的去刷新这个 FRP 的客户端配置。但是需要启动这个使用这条命令的话，我们必须先开启这个客户端，否则它是不生效的。就是我们刚才配置这个客户端，如果我们没有配置，它这条命令是不会生效的。还有的就是这里的配置 common 部分的配置是不支持动态修改了，也就是不支持热更新了。它这里支持的热更新仅仅是支持它的一个代理的一些动态的一个新增修改，还有编辑，大家要注意一下。然后dashboard 的话就给大家讲到这里。最后和大家讲一下通信安全的相关配置。通信安全分为2个方面，首先是客户端和服务端的身份认证。目前如果我们什么都不配置的话，任何机器都可以配置一个客户端连接上我们的服务器，显然这样是很危险的。身份认证有2种方式，第一种最简单是通过配置 token， 第二种的话就是通过 OIDC。OIDC 是 OpenID Connect， 使用这种方式之前得先有个认证服务器，认证服务器可以自己搭建，也可以使用第三方提供的认证服务。
OIDC 配置相对来讲比较麻烦，我们一般只需要使用 token 这种方式就可以了。接下来和大家演示一下。首先我们编辑一下服务端的配置文件，增加一个 token 选项，我们可以配置一个比较长一点的token。大家要注意的是，它这里 token 的话，如果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字符，它这里是没办法解析的，所以我们可以不用这个特殊字符，然后保存一下，再重启一下服务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已经启动成功。接下来我们重新启动一下客户端。我们就可以看到客户端的日志，这里它就显示这个 token 是不匹配的，所以就没办法连接上这个服务器。我们接下来也需要配置一下客户端的 token， 需要和服务端保持一致。然后我们再重启一下客户端，这样子就可以直接连接上了。还有就是服务端与客户端数据传输的安全配置，如果我们什么都不配置的话，服务端和客户端的数据是明文传输的，显然这样也是很危险的。如果数据被拦截了，就会存在数据泄露的风险。FRP 客户端提供每个代理单独启用加密的配置，来防止传输内容被截取，但是这种方式无法防止中间人攻击，所以一般比较安全的做法是配置 TLS 双向认证，强制服务端和客户端通过 TLS 加密传输数据。接下来和大家演示一下。首先我们先申请自签的证书，为了节省时间，我这边已经提前准备好了自签的相关命令，大家也可以参考官方的中文文档，里面也有详细的介绍。这里我先和大家简单的讲一下。首先我们先要生成 CA 证书，这里面的参数就是 CA 证书的一些配置项，像国家、地区这些信息，然后这些指定这些证书的一个有效期。接下来这部分是生成，通过 CA 证书生成这个服务端的证书。这里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里我们要把这个 IP 改为服务端的这个 IP， 大家千万要记得改一下，不要直接用我这个 IP， 否则有可能证书是无法使用的。如果你服务端是通过域名去访问，也可以配置一下域名。然后接下来这部分就是生成客户端的证书。我这边服务端和客户端的证书都是通过同一个 CA 证书来申请的，大家也可以通过使用不同的 CA 证书也是可以的。然后我把这个命令复制一下，先来到一个配置证书的目录，新建一个文件夹，新建个 FRP 的一个证书文件夹，进入到这个目录里面执行一下刚才复制的命令。执行完成之后，它就会生成一些证书，包括 CA 证书，还有客户端的证书、服务端的证书等。然后接下来我们先把这个证书，服务端的证书先先复制到我们服务端里面来。同样这边新建一个 FRP 的证书目录，我们需要是把这个 CA 证书拷贝过去。我这边就通过直接编辑文件这种方式吧。还有就是服务端的这个证书文件，大家也可以通过文件传输来配置。我这边简单一点的话，就通过直接新建这个文件。最后的话就是服务端的证书文件，
编辑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配置这个服务端的这个和客户端的这个双向 TLS 的这个配置。首先，我们先编辑服务端的配置文件。我们先开启一下这个只允许通过 TLS 来建立连接。其实这个配置可以不需要，因为如果我们配置了这个 CA 证书的话，如果这个 CA 证书是有效，它这个配置会强制开启。接下来我们配置一下服务端的证书文件。我们刚才放到 Data 下面的证书目录，还有 FRP。接下来配置这个密钥的这个文件，大家根据自己的配置目录去修改。最后的话要配置这个CA 证书的这个文件路径。配置完成之后就可以保存一下。重启一下服务端，接下来我们配置客户端。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还没有配置客户端的话，如果客户端跟服务端传输数据，它这里会直接报错的，就是没有启用这个 TLS 和服务端传输数据。客户端的配置也是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把这个 TLS 给启动就可以了，还有配置一下证书的一些相关文件。我们先启动这个 TLS 的这个双向认证，同样是指定这个证书的文件。这里是客户端的证书文件。然后就是客户端的这个密钥文件。最后的话就是CA 证书的这个配置文件。配置完成之后，我们保存一下，再重启一下客户端。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服务端这里就不再报错了，就证明我们的这个配置已经生效了。大家也可以抓包去看一下它的这个包文是不是已经加密了。我之前已经测试过，是没问题的。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建议大家在使用 FRP 之前，先配置好优化和安全相关的配置，特别是安全配置。下期视频我会和大家分享 FRP 的应用案例。还没有关注 DV 分享频道的朋友，记得点一下关注。如果视频的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请大家点个赞。如果有 FRP 相关的配置问题，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次再见，拜拜。